抽签机，然后大家就有人开始叫我仙女啊，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以玩的。我说，其实是有一种用游戏人间的态度，觉得那我要当仙女艺术家。国中毕业旅行去日月潭，那个是文武庙嘛。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我说哇，好喜欢呢。直到我开始在做这个《闪亮人生》这个系列的作品以后，突然这个抽签机的意象就跑到我脑海里，我就想说啊，那我可以把我的作品变成前10，让观众投钱，他就可以获得我的作品。我感觉到台湾这几年很吹一种台派风格，电子花车啊，或者是强调霓虹灯啊，宫庙的那些元素当做一种艺术节的号召，想要再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我会特别想要知道他们处理视觉的部分是怎么思考。所以蓬莱仙山只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坏品味的一个源头。想象我就画了一个这个仙境，它从我2014年就在做了，然后我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好像将近快10年了。仙女我自己归纳，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华人社会对一个理想女性的算是标签跟一个归类嘛。所以我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变成仙女？当时就是真的很直觉想，我要先制造一些话题，就是至少让大家记住我。然后是一个策略嘛，很好玩，然后可以满足的一些扮装的癖好，所以才会有先去参加仙女比赛，我还去参加那个农产品公主选拔，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挑选，什么样的女生才可以是好的。其实想要问是什么样才是好的，我就觉得很想要嘲讽这件事情。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想创作，然后你艺术家生涯就结束了。所以我会想让自己还是保持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距离跟敏感状态，不要让自己完全那么舒适。现在创作，如果我没有一点其他地方的补助，我完全靠我自己赚钱，其实是有点恐怖，因为做一个展览的开销很大。没有钱的时候，就是赶快疯狂接工作啊。我自己是因为已经长期接案，其实我已经有点习惯那个业主给我的那个方式，我就是有一个快速 SOP。像最近我帮国营做啊，我就想怎么样突破他们以往对那种周边产品的想象，所以我就重新画了2张，就是都是台语黑白片的海报。38新娘憨女婿都是新奇导演拍的，另外一个是危险的青春。一开始突然爆红，好像是那个金曲奖，因为他给我是9月8那首歌，按照歌词一句一句把它拆开。我觉得他在讲一个女孩子好想要当明星，可是发现好难哦，我一下就被忘记了，或是怎么样被大家记住这么难，然后跟社群媒体每个女孩努力展现自己的那个状态。我3岁就想要就只喜欢画画，所以我一直志愿是当画家。大学也是念都是材料创作，
我研究所就是念复合媒材、复合媒体。就有一天我就觉得，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那个包装纸盒里面的那种折痕啊，我就觉得哇，这纸好香哦。然后我就开始我就看到上面有画面就是浮现，然后我就开始画了。因为有时候你用讲的，人家可能没办法懂，所以我自己会锻炼我自己的图像那个说明能力。但是那时候花椒软体，我把所有很怪的照片全部都截图。我想说，以一个女性来观看男性的角度，有点在嘲讽他，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最近这个主题它实在是太耗我的情感了。前年我爸过世，然后我们有帮他设灵堂，天哪，我们收到了超多兰花。这件事情我们就稍微讨论一下，我说我们把兰花带回家好了，告别式再拿出来。那兰花大概有30盆吧。整个你明明是居家空间，但是被满满的灵堂的兰花塞满。因为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很忌讳，结果我竟然觉得，天啊，好好玩，就是我竟然会觉得，就一直有想要创作的冲动。我后来就一直非常喜欢白色的兰花，所以刚刚我们又去买了这3盆。我觉得它真的那个兰花，才感觉到那个兰花的灵气。我自己这样考虑，是它在视觉色系上不会显得太过的冲突跟太过对比，会等于是比较舒适。可以吗？还可以。我爸他之前去中国很多地方交流，然后带回了很多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很令人困扰。我跟一个中国一个艺术家合作这本摄影书，就是请他去我爸办公室帮我拍这些档案记录照。又把办公室重新整理的场景，我又把它画一次。在我爸坟墓前，我们就一起在读这本书，之后帮这些遗物再办一个最后的告别派对。就是还有我家族，就是如此跟中国如此深厚的关系。那我发觉，虽然现在很强调台湾本土文化，但我发现我对原本中华，就是被关在中华这2个字，还是非常的喜欢。虽然有一点为政治不正确，但是会觉得自己还是喜欢，不想要跟这个文化断绝关系。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非常迷那些神秘学啊，我觉得它都是我们潜意识的一种投射。然后我觉得会不会有就是在那边我们才是比较真实的状态。刚刚是问他我接下来想要做的那个计划会怎么样，看起来很孤单，然后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从小其实很喜欢这些中国的这些精怪的故事吧，因为它跟现实是脱节的，可是我又觉得他们藏在我们的文化里。八仙大闹东海大概是几乎每一间庙都会用的最热门主题的故事。然后我去年就做了一个陶瓷的偶，就是从这只蚌壳精去发展。
我其实逛庙的目的其实不是拜拜，我主要都是会专注在他们里面的壁画或是剪黏的作品。如果一些画是画在瓷砖上，然后那个东西就会让我特别的开心，不想我就觉得我一定跟这个材料有缘。不太确定他用的是不对。你看，比原来的是不是有一点点黑的哈？这个都可以混合，它比原来的就深了一点。它是一种陶瓷装饰技法，它是釉上彩。我觉得它都不要跟人家混，对，可以混。它烧的温度比较低，它只有800度。直接去瓷砖店买现成瓷砖就可以画。这个材料跟纸太不一样，而且它其实很大，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坐着画，因为坐着画你那个力量会只能集中在局部，像拉这种线条，我一定要站着。它会好像动用更多身体，但我觉得好像有更实在的在做一些事，比我平常那个只在工作室画那些水彩的那些差别蛮大的。好，我就在想北投有什么代表的元素，然后就挑到这一张是以前他们那个温泉饭店的纳卡西广告，然后有2个穿迷你裙的辣妹在弹电吉他，我觉得这个不错，所以才会以这个60年代的少女的造型去做。创作部分现在就是以零碎时间跟如果接案跟案子中间有一段空档，我通常都是做我自己的作品。最近其实很感兴趣的是那个孝亲图啦，因为我花蛮多时间，比如说去看这个坟墓的绘画，发现它比较多都是表现的题材都是24孝，然后那时候我竟然可以对24孝的故事会有移情作用，我竟然会看这些画，我竟然会有感动，把一些心中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把它实践出来，或是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我就更希望我可以再往艺术，就是完全是靠创作可以为生吧，这是我的梦想啦。